据说这部片在126分钟内反转了43次，智商不够高的一遍根本看不懂。超过116万人为他打出8.8的高分，上映即封神。来数数你能跟上几次反转？友情提示：电影里每个停留的镜头都有深意。这是个并不复杂的案子。随着一声尖叫，警察直接客房看到了受伤的小帅和死在钱堆里的女友。小帅哭着大叫，可警察一番搜查，并没有找到其他人，而且门是屋里反锁，窗户打不开，通风口也封死，真要有人，绝对逃不出去。小帅被当作凶手逮捕，花了几百万才得以保释，却还是24小时被警察监视。明天就要宣判了，定罪的可能性很大。可小帅一点不慌，辩护律师到访时，他刚睡醒，吃了大餐，还要去换个衣服，甚至埋怨律师。打扮一新后，小帅自信地告诉律师，可律师一句话就镇住了他。装叉失败，小帅有点慌，而律师安慰他。小帅赶紧交代，其实那天他们是被人威胁带100万去酒店，不然就曝光他们的关系。可到了酒店，不但等不到人，那人还用女友手机发短信，我会说出一切。他们立刻要走，却遭到偷袭。等小帅再次醒来，就是警察冲进屋子，可律师根本不信。警方的调查报告也显示，现场没有其他人，而凶器上有小帅的指纹。小帅立刻辩解是有人陷害自己，但是谁陷害，小帅却不愿意说。直到律师又拿出一张报纸，刊登着一起年轻男子失踪案。小帅终于明白，自己的确杀了人，但不是女友，而是这个年轻人。事情发生在3个月前，注意，这是小帅口述的故事，并不一定就是真相。3个月前，小帅和女友开车，为了躲避一头鹿，撞死了这个小年轻。小帅想报警，可女友却怂恿他。他们准备溜走，可车却打不着火。就在此时，又一辆车开来，即将撞破犯罪现场。女友立刻冲向小年轻的车，把他放倒，拿了记事本和笔，返回和小帅佯装交涉。当司机停车询问，女友镇定地说：司机没有怀疑，可是小年轻的电话却响了。女友立刻解释，他跑过去关掉电话，假装通话，再一次成功瞒过了司机。然而啪嗒啪嗒，年轻人的血流了一地。在司机看来的瞬间，女友立刻挡住。最终司机离开了，女友威胁小帅连车带人毁尸灭迹，而他自己守着他们的车等待维修。1个小时后，小帅把车开到水库边，准备推车入水，突然一阵响动，小帅扭头看见一头鹿，最终连车带人一点点被河水吞没。小帅和女友会合，车已经修好了，可女友却吓得瑟瑟发抖，甚至满眼泪水。杀人抛尸都没吓到的女友，究竟被什么吓到了？女友给小帅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小帅刚离开，一个老人开车出现，热心帮忙，把女友的车带回家里维修。他家位置很偏，但女主人很热情，还邀请女友共进晚饭。可女友进了屋子才发现，这个女人突然意识到，这户好心人的儿子就是刚才她和小帅撞死的年轻人。老爷爷在给他修车，老奶奶在给他倒茶，而他却刚杀了他们的儿子，指挥同伙抛尸。看着一家人幸福的合照，女人起身就要逃离，可这时老人嘀咕要给儿子打个电话。女人一伸手，他们儿子电话正在自己兜里，她飞速逃离，可电话铃声已经响起。2位老人面面相觑。他们追到客厅，问女人听到铃声了吗？女人颤抖着摇头，而妻子再次拨通电话。熟悉的铃声响起，老人一番搜寻，掀开沙发坐垫，发现了手机，可疑惑并没打消。女人慌张出门，坐上驾驶座，调整座椅位置，一脚油门离开。老人看着远去的车，若有所思。女人和小帅会合，哭着说了刚才的事，可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隐瞒。女人让小帅把车销毁，还约定以后再也不联系了。可几天以后，小帅却从电视中看见小年轻失踪的新闻，他父亲悲伤的脸让小帅难以忘怀。
很快，警方传唤了小帅。原来那位父亲察觉到女人的异常，暗暗记下车牌号，等到确定儿子失踪，报告给警察。而警察根据车牌号查到了小帅，而且那位父亲表示，女人曾说是自己开的车，可他离开时重新调座椅，证明之前开车的不是他，他有同伙。这让警察怀疑小帅就是当天真正开车的人。然而，小帅却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女人，而自己的车也早就报案丢了，而且那一天自己在巴黎出差，有机票证明。当然了，这是他让手下伪造的。小帅成功洗脱嫌疑，可几天以后，一条新闻再次让小帅汗毛倒立：小年轻不是失踪，而是卷款逃逸。小帅立刻约见女友，这才得知是女友偷拿了小年轻的钱包，设局诬陷。小帅被女友的恶毒吓坏，可女友却威胁他。Si caigo yo, caerás conmigo. Tengo fotos que demuestran que no estuviste en París. 小帅只能怀着愧疚继续生活，就算事业蒸蒸日上，依旧痛苦万分。直到这一天，小年轻的父亲找上门，他已经猜到儿子就是小帅杀的，可他没有证据，只是苦苦哀求。Alguien se está riendo de mi mujer y de mí. El día que la policía habló con usted, Elvira y yo estábamos allí. 小帅满腹愧疚，然而却只能假装听不懂。老父亲失魂落魄，接了一个火，然后把打火机扔进了水。小帅怔怔出神，最终老父亲被赶走了。据说他的妻子也大病不起。小帅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辩护律师，而律师立刻想到女友死于密室，现场只有小帅，那个看不见的凶手就是这个父亲。律师还推测了父亲勒索、杀人、嫁祸、逃走的整个过程。小帅多番质疑都被律师一一说服。突然，律师戳破了小帅的心事：你和手下请我，就是为了验证你们编好的这个故事。如果能说服我，就能说服陪审员。小帅默认了，律师只好说出那个小帅有意引导的辩护策略。Que tiene de demostrar que no mató a su amante es implicar a Tomás Garrido, y eso equivale a confesar lo que le hicieron a su hijo. 小帅不肯定也不反对，换了其他话题，显然他还并不满意。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下面这3个人，你能看出谁才是高端猎人吗？小帅继续质问律师。律师拿出一张案发现场的照片，让小帅仔细看。小帅赫然发现，男孩的母亲是酒店服务员，当时就在现场。这下，律师和小帅还原出了那天的真相。男孩父亲杀人嫁祸小帅后，从窗户逃走，警察冲进来，男孩母亲趁乱关上窗户。等警察检查时，凶案现场早已成为密室。律师还指出其他细节：当初那位父亲去求小帅，说出儿子下落时借打火机点烟，却扔水里，就是试探儿子是否会沉进水库。当时小帅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所以后来父亲勒索小帅时，拿出了一张很像抛尸现场的照片。这下小帅完全信服律师能为自己洗脱杀害女友的嫌疑。接下来就看律师如何帮小帅从车祸杀死男孩的罪责里脱身。可律师接到线报，警察找的关键证人就是那个路过车祸的司机。时间不多了，律师不再一步步说服小帅，而是直接编好了故事。3个月前的车祸现场只有女友一人，是他撞人、抛尸、偷钱包、诬陷。小帅根本不知情，直到小帅被勒索，找女友询问，去了酒店才得知真相，结果悲剧发生。但律师强调，这个剧情没什么实质性证据，需要在尸体现场放一点女友的东西才有说服力。¿Dónde lo sepultó? 小帅迟疑了，可是路过的司机能证明当时我也在现场啊。律师这才告诉他， La fiscalía no tiene ningún testigo. 是他在骗小帅，只是为了问出真相。 ¿Por qué no me ha dicho la verdad desde el principio? 而小帅的回答意味深长， Para averiguar si era capaz de evaporar a Tomás Garrido de la habitación. 是的，小帅醒来后看到了男孩的父亲，出门时也认出了男孩母亲。只不过性命相关，他要考验律师的水平。而现在律师终于过关了，小帅接过律师的笔，画出了沉尸地点。就在律师准备去安排诬陷时，小帅又自爆了一个大秘密。那个男孩并没有死。律师勃然大怒。Basura, señor Doria, y va a tragarse que se lo diga por... 而小帅看穿一切。 Está poniendo a prueba otra vez, ¿verdad? Para que aprenda a aguantar los ataques del fiscal, es eso. 律师却依旧愤怒。 Ahora está en mis manos. Me ha dicho lo suficiente como para que si hago llegar esta información al juez... 小帅勃然大怒。 ¡No puede hacer eso! Me oye, no puede hacer eso. 而律师恢复震惊。
Y mire qué fácil me ha sido provocársela. 他们都恢复平静，律师最后一次询问， Segura de que no hay más cabos sueltos. 小帅连连摇头。然而，律师再次揭穿小帅。 Testando conmigo su versión adulterada de los hechos como si yo fuera su muñeco. 紧接着，律师讲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撞死人不许报警的其实是小帅，提议毁尸灭迹的人其实也是小帅，偷了死者钱包诬陷他卷款逃走的还是小帅，而被小帅描述成蛇蝎美人的女友才是那个一直良心不安的人。他最终打给死者的父母，说出一切真相，还主动勒索小帅100万，要给那对父母补偿。女友手机上那一条发给小帅的短信，我要说出一切，也是女友自己定时发送的。在酒店里，女友要小帅和自己去自首，可小帅却杀了他灭口。可警察很快就到，他没法逃走，只能自己打伤自己，编造了一个看不见的凶手的故事。为了验证这个故事，他和手下才会高薪聘请自己，故意说出部分实情，引导自己还原出这个故事。小帅默认了一切，而律师又让他看对面，不远处死者的父亲正在死死盯着这里。不久前，律师察觉了这个父亲的跟踪，有过调查，所以今天才没有被小帅骗到。可小帅死不承认。 Esta foto demuestra que todo pudo pasar tal y como me conviene. 而律师给了小帅致命一击。 Está trucada, es un montaje. 果然，照片的镜子里并没有那位母亲。 Admita de una vez que mató a Laura. La maté. 律师自信表示， 10 minutos de descanso y volvemos a empezar. Ya sé la estrategia para... 律师出门泡咖啡，而小帅也接到手下电话，那个司机已经接受贿赂，准备远走他乡，一切尽在掌握。小帅终于放松了，可突然衣服被一团墨水晕染。 小帅从衣兜一掏，掏出了律师的那支笔，瞬间无数细节向小帅扑来。律师拿来的警方档案一片空白，律师现场记录的资料是在骂他。小帅拧开了那支笔，赫然发现里面是监听设备。他跑到窗户跟前去看那位死者父亲，赫然发现律师站在他旁边。他摘掉美瞳，揭下橡胶面皮，摘下银色发套，放下头发，赫然就是死者的母亲。就在此时，门铃响起，小帅麻木的开门，对面又是一个银发女人。 Soy Virginia Goodman. 与此同时，对面大楼上的父亲拨通了警察的电话，小帅的律师来得太晚了。